美国大规模演习2021即将开展，这种远程的云作战模式是针对了中国的什么样的弱点？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根据美国军事新闻网5月23号的消息美军将要开展一次大规模演习，演习代号大规模演习2021，这名字够直白的。那么这次演习呢，美国人会出动2.5万人，跨越了17个时区。美军的部署范围呢，包括在本土、欧洲、非洲、亚太这些部队都有可能参与。演习地点的2个核心方向，大西洋方向、太平洋方向，一共是36个单位直接参战，50个单位间接参战。从空间跨度来看呢，美国人说这是一代人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军演习。那么这个说法不夸张。那么我们先看这演习地点2个方向嘛，大西洋、太平洋。毫无疑问，大西洋方向的演习应该是针对俄罗斯的，而太平洋方向呢，肯定是针对中国的。从演习内容看呢，美军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演习验证采用分布式杀伤链还有远征前进基地作战这种新概念到底好用不好用。分布式海上杀伤链呢，就是想把美军的海军的进攻能力扩散到更多单位上，改变过去更偏重防御的一个局面。过去你看美国人一出动一个航母编队，实际上它水面舰艇更强调的是针对航母的防御能力。而现在这个新的分布式海上杀伤链，而原则是每一艘舰船都要成一个远程杀手、远程的射手。从地理上看，要分散水面进攻能力，不再是集中一个航母编队里边去了，而是形成若干个海上的大队，一个大队2-3艘船，确保呢资源要能够正确组合，然后提升连续作战时间。所以呢，要满足这个原则就要求每艘船都必须有相当远的打击能力，能够发射远程导弹。否则呢，就没法做到空间分散、火力集中。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努力在海陆空3军都在去发展远程的、超远程的高超音速武器。这样，美国陆战队也好，空军也好，海军也好，都可以在最远射程上实现这种分布式的部署和火力集中。而且呢，武器弹药要有更强的通用性。你不管什么样的舰艇它的弹药、它的防空火力也好，反舰火力也好，对地攻击火力也好，弹药是通用的，这样指挥起来会更加的便捷。并且呢，整个作战系统它的指挥体系也要实现云作战，就是利用通信能力实现多点指挥、互指挥。一架 F-35可能是一个指挥核心，一艘军舰也可能是指挥核心，并且军舰之间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互相指挥。那么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呢，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在战前要把陆战队的作战体系部署在战区周边岛屿上。那么这些远征前进基地获得了远程火力之后，也可以参加分布杀伤。而且呢，就算对方的火力通过拒止能力可以把美军的作战编队、什么航母编队驱逐到更远距离上，但是这些部署到岛屿上、陆地上的远征基地很难清除。除非你登陆作战把这些基地全部清除掉，否则的话，你要彻底压制和消灭这些基地，相当的耗时耗力。所以说，美国人通过这2个办法，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续交战时间。说到底简单的比喻吧，就是美国如果要跟解放军作战，比如在台海问题上进行干涉，以前是航母编队、重兵集团用强大的防御能力实现低伤亡取胜，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的拒止能力发展太快了，美军航母编队可能承受不了损失。那么美军的思维方式就是干脆我把航母编队拉远，别的舰艇分散部署，我可以承受一部分舰艇损失，但是我把力量分散开了，这样你中国很难同时一国多安。而且呢，美国等于这么部署之后，相当于在中国周边部署了一大片信息化装备武装起来的超远程狙击手。而我们不一样，我们要解决台海的登陆作战问题，我们的兵力不得不相对集中，我们的后勤体系保障能力也会相对集中。对方是分散的，我们是集中的，这对我们非常的不利。遇到美军这种分布式杀伤可就不像过去一样了，我们打掉对方1-2个航母编队，干掉几个基地就 OK 了。现在没那么简单。美国人想的是通过战争样式的变化，实现作战能力的代差，要跟我们保持一代的差距。这个特别需要我们进行关注，因为这关系到中国未来作战体系如何打造，装备体系如何研制。装备研制跟战场环境脱节这个错误，我们以前是犯过的，以后不能再有这种错误。所以，想要适应这种战场的进化，或者要引领这种战场进化，那么我们就必须对美国的军事思想深入研究，然后才能拿出我们的有效对策来。好，关于美国的大规模演习2021，我们应该看什么、学什么、思考什么？今天就分析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